这里只剩下1颗特效药，可以帮简小姐拖到骨髓配型，不然她恐怕……唉。宁宁，你醒了，宁宁，别害怕，医生说了，你的病还是能治好的。我们把特效药给吃了啊！妈，你还真想救他？他都要死了，咱们就别装了。要不是他死死把持着姐姐的家业不放，我怎么可能会被高利贷追债？我恨不得他现在就死。说到底，也就是简家养了一条狗，学校当众教训，到现在都抬不起头。我让穹顶诸子用尽一切救回原本濒临破产的简氏，在他们眼里只是我霸占的东西，而我也只是他们简家养的一条狗。姐姐，你猜你为什么会突然得病啊？是因为我送你的那条项链里有放射性物质，怎么样？效果是不是很好呀？你挡了我的路，就必须去死！滚开！别拿你的脏手碰七月！恶心死了！都快死了，还这么不安生。反正也就剩一口气了，我们走，看着就让人觉得晦气。好了，妈妈，我这一生皆为了这群白眼狼，到头来却落到这样的结局，何其可笑！若有来生，我定……希望您长命百岁。好好，我不是死了吗？难道我重生了？还重生回到了简七月刚被认回简家那天。姐姐，这条项链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相处。你打我！月月，哎呦！你疯了！月月好心好意送你礼物，你居然还打他！没事，大哥，可能因为我刚回来，惹得姐姐不开心了吧？够了！都给我安静！宁宁，我知道你有怨气，但是你虽然是个假千金，这些年家里也没亏待过你，该给你的资源都跟程烨、乐意一样，你要懂得感恩。就是。我花了多少钱才守住简家？这感恩可真昂贵。跟月月道个歉，我想他也不会跟你计较。还有，你得跟你亲生父母说清楚，以后跟你再无半点瓜葛，省得穷困潦倒的来咱们简家打秋风。上一世我就是被简家人的伪善欺骗，和亲生父母断绝了关系。心甘情愿当简家的血脉，这一世没有了我倒要看看你们简家最后会落得一个什么下场。谢谢各位的考虑，但既然现在真千金回来了，我这个假千金也该去找我的亲生父母。你别装腔了行不行啊？听说你亲生父母住在城中村那种破地，告诉你，离开了简家，你什么都不是，到时候你后悔，连找地方哭都没有。是啊，宁宁。妈，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非要走也行啊，不过属于简氏的东西，你得交出来。我可以交出简氏，
但你们简家所有在我名下的东西，我都要带走。你能有什么东西啊？不就是一些衣服、首饰，就当我大发慈悲留给你了。季叔，来趟简家，帮我搬家。宁宁，你别意气用事啊！你要是回到你亲生父母那里，你这辈子就算毁了呀！那就让他走，以后迟早会求着回来。你们那么多人擅闯简家，想干什么？我来帮简总搬家。大惊小怪，就那么点小东西，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动手！你们不行！别拿我这！你们，锦宁，你疯了！你把家里都搬空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会拿走我名下所有的东西，你们不是也答应了吗？堂堂简家大少爷，该不会出尔反尔吧？你说是你的就是，证据呢？就这么随随便便把我们家搬空了？这是简总购入所有东西的清单和利息，其资金来源皆来自其个人。你竟然真做了明细！还好之前为了划清琼典和简家的资金，特意做了账。既然要走，那么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一分也不会留给你。简宁，我们简家给了你历练的机会，到头来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白眼狼？简氏集团的财政亏空相当严重。从琼典调3000万，得简氏把这个季度的窟窿补上，账目做干净。锦宁，锦宁，你救救我！要是还不上那笔赌债，他们会剁了我的手的。最后一次，给简纯业账户300万。这些年我为了简氏，为了简家人，不知砸了多少钱，卖了多少关系，到头来却落得那样的下场。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属于我的东西我已经拿走了，从今以后，我与你们简氏再无关系。简宁，简氏马上要拿到穹顶生物2个亿的投资，你现在走了别后悔。我们真的就让简宁这么走了？妈，他这么闹，就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罢了。我早打听过了，他住在城中村那些家人，全都是不入流的，酒鬼混混聚在一堆，要不了多久，他就得求着哭着回来。哼！简总，咱们回穹顶吗？前世今生，我都未曾见过我的亲生父母，我是应该去看看他们。去城中村，让他们把从简家搬出来的东西拿去烧了。简家人用过的东西，恶心。另外，终止穹顶对简家所有的投资。宁宁可终于肯投那群猪嘴。是。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亲生父母家这也太穷了吧！谁啊？啊！我的门！赔钱！他一个小
小姑娘，别吓着人家。姑娘，有啥事儿啊？你们好，我叫简宁，是二位的亲生女儿。啊？你是宁宁？是。这，我还以为你知道咱们家里的情况，应该又不会回来了。若是二位不愿认我也可以离开。哎，别听你爸瞎说，你不嫌弃咱们家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哎，别在这傻站着了，那咱回屋。走，回屋去。亲闺女回来了。宁宁，喝水。谢谢。妈，哎，咱们家就你们俩人吗？哦，你还有个大哥和二哥。哎，你大哥他在工地上给人扛沙包。对。哎，你二哥他在替人养宠物。大哥饶命！大哥饶命！拖下去喂狗。哎，至于你妈呢，她就没事在家做手工。至于我，没事在家种地、养鱼。咱们家一家人都是是人。等你哥回来，见到就知道了。好。宁宁，从中那块油钱，喝水，你自己做主就行，别打扰我陪女儿。另外啊，帮派里的人最近别来家里，咱们家什么情况你自己清楚，可别吓坏人家。村里老张头问菜地浇水的事儿。啊，对了，宁宁，你这回来的也突然，这乡下地方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来，这个东西啊，你拿着。没事儿，妈，只要是您送的，不管是什么，我都会喜。哇，这足够，这真的是这个家里能拿出来的礼物吗？确定是咱家能给出的东西？这其实它是传家宝，哎，这个祖上传下来的。你是我唯一的女儿，这好东西肯定要给你嘛，是吧？在简家20年，为简家人掏心掏肺，却几乎没有收到过什么像样的礼物。没想到我刚回来，他们就愿意把祖传的宝贝给我。你这么说，宁宁能相信吗？谢谢爸妈，我很喜欢。宁宁，你喜欢就好，喜欢就好。走了。爸，你去哪儿啊？我去城里把咱家菜卖一卖，再买点好吃的，晚上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啊！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好。这笋怎么卖的？2块。哎，我本来想让帮派里的人送点菜过来，宁宁在这儿，我的人可怎么办呀？哎呀，宁宁，你看这卖菜交给爸就行了，你要不四处转转啊？行。喂，谢总，暂停给简氏投资的通知函已经准备好，晚上我派人给你送到简家。另外，您之前为了管理好简氏，一直将穹顶事务交给崔副总处理，不少人甚至觉得他才是穹顶话事人。本周6，公司将发布最新的 AI 机器人，很多与公司深度合作的公司都要来，到时候你要亲自来参加吗？周6我会准时出席发布会的。季总，要不发布会的事儿我帮你去安排。怎么，助理的事情还要再派个助理去办？您可不是什么助理啊！您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呢？他不喜欢太复杂的背景，等我找到机会再告诉他。他娘的，最近手续怎么这么差？又他妈输了！简宁，简宁，你给我站住！
你当时从简家拿走那么多东西，快，给我拿点钱来！哟，这才离开简家1天，怎么就变成这副穷酸样子？1块5。那个卖菜的穷鬼，不会就是你爸爸啊？早跟你说过，离开简家，你什么都不是。我劝你识相点，不行，跟我说点好话，再拿点钱来给我就回去帮你在奶奶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你继续回来当你的简家大小姐，怎么样？哎呦我操！简娘，居然敢打我！这么惨，自己帮你把舌头给捐了！哪来的臭小子，敢欺负我柔弱可爱的女儿？大叔，到底是谁挨打了？他还弱小可怜，你看看我脸打成啥样了！那也是你的脸先动的手，我女儿只是正当防卫。你们给我等着！哼！哎呀，娘娘，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手有点疼。你下次用脚踢他。咱家菜卖完了，回家吧。咱家菜这么抢手啊！爸，这些都是你做的？当然。为了欢迎大小姐回家，俺把拿手好菜都拿出来。这下老板一高兴，就得给俺升职加薪呐。嘿嘿。这龙虾刚才有买吗？哎呀，宁宁，这些啊都是咱们村邻居自己家养殖的，不值什么钱。来，你就多吃点啊。哎呀，咱家这条件不好，比不上简家，你别嫌弃。妈妈，我饿了。我是想做饭了，可是咱家做饭的锅也被拿走了。没一没劲的东西，被拿走了就去买呀！哎呀，简宁这个白眼王，说搬家，居然把简家都搬空了。以后他若不是双倍的还回来，就休想让我同意他再回简家。公司账上怎么就剩100万了？这点钱都不够买家具的呀！慌什么？算算日子，穹顶下一季度的投资款马上就到了，到时候不就宽裕了？以前简宁不是安排的好好的？希望吧。月月，妈妈对这些企业的事也不了解。以前简家都是宁宁安排的，现在你回来了，简氏也该交给你了。来。是我把关了简氏，这以后账上的钱，岂不是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呀？放心吧，妈妈，我一定会好好掌管简氏，您和奶奶就安心享福吧。老夫人，穹顶那边派人过来了，快请。简家是不是要破产了？这家具都卖了。难怪老板要撤资。马主管，只是送个这一季度穹顶的打款单，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什么打款单？我今天来是送撤资通知函的。马主管，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穹顶好端端的，怎么会撤资呢？那是我们老板的决策，我这种小人物凭什么知？我今天来只是送通知函的，现在东西送到了，我也就走了。马主管，奶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知道？对了，这周6，穹顶要发布最新研发的 AI 医疗机器人，我听说穹顶的画师人崔明崔总会亲自过去。月月，你去给那位准备好一份重礼，到时候我们全部都过去，一定要想办法挽回投资。好。奶奶，妈，你们要替我做主啊！简宁那个贱人，他居然敢打我！你看我的脸打成啥样了！
反了，真是反了天了！一个被简家逐出门的假千金，竟然敢对程烨动手！程烨，你干嘛去招惹宁宁啊？妈，我怎么招惹她了？你是不知道啊，她离开简家之后，只能沦落到和她的穷鬼爸一起卖菜。我看她可怜，想给她一个台阶下，她不仅不领情，还联合她的穷鬼爸一起欺负我。这姐姐再怎么生我的气，也不能生大哥呀！大哥可是咱们简家的顶梁柱啊！就是，真可恶！哎，我那时候还听到他打电话说，周亮去参加什么发布会啊？他都不是简家人了，还在那儿装腔作势，真是可笑！一个被简家逐出门的假千金，等他在外面过2天苦日子，就知道我简家的好了。先不管他，事到如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说服崔总，继续为我们简家注资。哎呦，哈哈，苏小姐，我让你给我拿你们店里最上档次的宝贝做礼物，东西准备好了吗？当然准备好了。您看，这可是全球限量计3枚的蓝宝石胸针，呵呵，用来送你啊，再合适不过了。嘿嘿嘿嘿，还算不错，就这个了。哎呀，爽快！这枚胸针值52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520万，这么贵？您要的可是我压箱底儿的宝贝，我给您报的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行了，直接从简氏集团的公账上划走，我是简家大小姐，还能差你的不成？苏小姐，我可是之前问过你们简氏集团的财务，他说你们账上只剩下100多万，这不够支付啊。什么？不能分期付款吗？等今天这个礼物送出去，简家拿到了穹顶的投资，这钱我会一分不少的都给你。咱店里没这个规矩，你要是实在拿不出来的话，我就先走了。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要是没有这个礼物，简家还怎么拿回穹顶投资？刷我的信用卡。好。嘿嘿嘿，苏小姐，您拿好，我先走了。嘿嘿，都怪简宁，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空了，害得我现在这么窘迫。今天丢的脸，我一定100倍从你身上讨回来。这礼物选的不错，把它送给崔明、崔总，他必定会感受到我们简家的诚意，继续给我们简家注资。当然不错，为了这个礼物，都给我信用卡刷爆了。老夫人，这位就是简家刚回来的真千金吧？果真是气度不凡。简家真是有福，不仅真千金回归，还背靠穹顶这棵大树。今日发布会之后啊，穹顶更是更上一层楼。到时候你们简家想必也会水涨船高，前途不可限量啊！到时候啊，可别忘了我们。借诸位吉言，谢谢。我听说今天简宁好像也会过来。他现在什么都不是，怎么好意思过来攀附穹顶？真是可笑。没错，他已经回了他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城中村，估计连礼服都买不起了。奶奶、大哥，你们说简宁今天来，不会是想求着我们回简家的吧？那就要看他的表现了。漂亮，好有气质。这个该死的简宁，凭什么都离开简家了，还能穿这么好的衣服？月月，你说什么？哦，没什么，妈妈，我就是在想，你看姐姐她穿的衣服，看着价值有100万吧？你说她哪来的钱买的？还能是怎么来的？肯定是变卖了从简家拿的东西，打肿脸充胖子买的呗。姐姐，如今你也不是简家的掌权人了，这苏家的状况也是。从今往后，你可千万别大手大脚的花钱了。为了一时的面子，那以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呀？我的经济状况还不用你们操心，倒是简家要节衣缩食了。毕竟我听说穹顶终止了对简家所有的投资。什么？
简家要是失去了穹顶的投资，那可就彻底完了。这事儿到底是真的假的？简宁，休在这胡说八道！穹顶和简氏向来合作密切，这次只不过有些许误会罢了。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当面和穹顶负责人面谈。我特地备下厚礼，以表诚意。礼物？那你们的算盘怕是要打空了。穹顶的负责人根本不会收你的东西。宁宁，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但今天的宴会对简家很重要，你别闹了，好不好 ？No， 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够了，简宁，你一个被简家赶出去的假千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揣度那位的心思？趁那位来之前，我劝你识相点，赶紧滚，不然我保证你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简家。谁说我只是在揣度他的心思？我只是陈述事实，因为我就是穹顶生物背后的负责人。啊！这个简宁是不是被简家赶出去的时候受到刺激太大，得了失心疯了？谁不知道穹顶的背后话事人是位风雅的男性，他在这里空口白牙的就想冒充，还真是可笑至极啊！老夫人，你家这位前养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话要是传出去，得罪了那位崔总，简家怕是要万劫不复了。简宁，我看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碰瓷儿那位云端上的人物？保安，保安呐，把这个胡言乱语、扰乱宴会的疯子给我赶出去！姐姐，你如此放肆，我们简家恐怕也帮不了你。要不你就给奶奶和大家跪下，就说你是糊涂了，说不定我们大家也就原谅你了啊！你上次打我那笔账，我还没有找机会给你算，现在你居然出言不逊，冒犯穹顶总裁。既然如此，那我就替简家、替穹顶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程烨，你没事吧？简宁，你这个女神，今天非得弄死你！是谁在穹顶发布会闹事？马主管，你们穹顶的话事人崔总可亲自过来了。之前撤资的事儿，我觉得就是有误会。今天我特意备上厚礼，希望能和他当面详谈。是啊，马主管，姐姐不知天高地厚，不代表我们简家，我们简家是绝对不会偏私的。今日连李总都亲自过来了，他们简家人怎么还在这里？滚开！简总，今日的 AI 医疗发布会已经准备完毕，是否正式开始？求您指示。马主管，她不过是我们简家的养女，甚至已经被赶出了家门，您怎么还叫她简总呢？放肆！你们简家算个屁！知不知道，这位是穹顶的幕后话事人简宁，简总。放肆！你简家算个屁！知不知道，这位是穹顶的幕后话事人。啊，对了，之前一直都是简宁在负责穹顶的合作，他跟那个崔总肯定还熟悉。我看啊，就是他在背后搞的鬼，让那位撤资的。简宁，我简家好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做出如此狼心狗肺的事情？现在马上去找那位崔总说清楚，让他继续为我们简家投资。走吧。滚开！再敢对简总动手动脚，饶不了你们！宁宁，真的是你做的吗？妈妈知道七月回来了，你害怕他会威胁到你的地位，你不开心，可是你这么做会毁了简家的，你别闹了好不好？闹？我可没闹，我跟你们简家没有半点关系。这个简宁不是被简家赶出来了吗？怎么还和穹顶的崔总关系这么好？我刚刚说过他坏话，可别连累了我。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溜吧，趁他还没注意到我们。走。马总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发布会的名单上没有他们几个简家人。是简总。那看来穹顶的安保系统还有不少漏洞。
明白，我立刻安排人清理了。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出去！别碰我！别碰我！我的500万，那可是我贷款买的。简宁，你又不是穹顶的负责人，别在这里狐假虎威。放手，我自己会走。快点出去！简总，这些烦人的苍蝇已经清理好了。崔总说了，他在路上，马上就到了。今天他也会当着穹顶所有合作伙伴，正式介绍您的身份。好，你们干什么啊？放手，别动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啊？这个扫门星，我早就该猜到，就是他在背后捣鬼。奶奶，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简宁以前是简氏的掌权人，现在他什么都不是，回到他那个穷鬼父母的身边。照理说，他对于穹顶那位崔总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这还用想吗？肯定是简宁用了下作的手段勾引那个马主管，为的就是今天这场戏，好让我们低头求着他回来呗。竟然用这种方式，不惜损害我简氏的利益，我们简家怎么会养出这么个白眼狼？奶奶，那我们现在去找崔总。那种大佬岂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这件事得从长计议，先回家再说。哎呀，冷死了！走。不过，简宁他越是用这种方法，我越不可能让他回来。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跪下，求到我面前。月月，走吧，我们先回去。妈，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别的事儿。什么？我下午刚花了500多万买了你这胸针，现在想让你收回去，只能给我200万，你黑店啊你！苏小姐，不是我不留情面，咱们这东西离了柜，在你手上倒了一圈，回来就成了二手货了，我不可能原价再收回来吧？为了买你这破玩意儿，我可是倒贴了400万。这是行业规矩呀，我也难办啊，苏小姐。250万，至少让我回点血吧。哎呀，不行啊，苏小姐，最多210万，我已经很有诚意了。230，不能再少了，不然我就把它丢到河里去。哎，罢了罢了，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一口价220万。现金还是转账，咱可先说好了，离开这个门可不能找后账，免得说我们店大欺客。出来账！简宁，你这个贱人，都是你害的，给我等着！简总，您不会是感冒了？我去给你拿些热水。哎，不用。我很好奇，您既然已经离开了简家，为什么不表明清楚您就是穹顶总裁的身份呢？我说了呀，他们也不信。不过也好，你觉得以简家人的性格，若是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是会真心忏悔，还是像水蛭一样，迫不及待的再次袭上来？也是啊。上一世我被他们蒙蔽，当了简家一辈子的血王，这辈子我可不会再重蹈覆辙。您现在准去？给我准备一套日常衣服，去城中村。是。上一个背叛我黑鹰帮会的人，现在坟头草都3尺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就饶了我这一条命吧。跟他废什么话？一枪崩了完事儿。爸妈，我回来了。宁宁，宁宁，宁宁回来好。妈给你煮碗汤饭吃。不用了妈，我刚已经吃过了。这是我们在这儿锻炼身体。哎呀，做操，做操，就是年纪大了，就是还是得锻炼锻炼。
这个，妈，你这是干嘛？我就是给你展示一下我的锻炼成果。是。那妈，您这柔韧性挺好的，还是快起来吧。哎呦，为了不让闺女发现我们的真实身份，真是苦了我的老腰了。话说回来，这东西到底是……这是你妈在网上给我买的打火机，最新炒的，你看，跟你这枪一模一样。最近压力比较大，偶尔也会抽2根。你看，爸，您这年纪也不小了，少抽点烟，吸烟有害健康啊！对，对，少抽点，好，不抽了。姑娘贴心啊！哎呀，老夫人，夫人，少爷，小姐，这个月的工资该结一下了，一共6800。这么点小事也来烦我？月月，你现在管着账，从账上支给王妈。奶奶，账上哪还有钱啊？别说6800，就是6块8都没有。我为了买那个破胸针，信用卡都刷爆，还倒赔了200多万。家里1分钱都没了，没了。妈，你也知道，宁宁走的时候，简氏账上就剩100多万了。月月为了给崔总买礼物，花了500多万，确实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月月，家里就这么多现金流，怎么能一下子花光呢？当初就不该直接把公司交给你，从小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就是没用。本来以为回简家是当千金小姐享福的，结果呢，没想到背了一身的债，什么狗屁豪门，家里穷的连个沙发都没有。妈，以我们家现在的状况来看，不如先把佣人都辞退了吧，等现金流不那么紧张的时候再。不行，我们简氏在100年前也算名门望族，家里连个佣人都没有，像什么话？这个戒指值个小几万，当做你3个月的工资，另外再买些锅碗瓢盆，该做饭就做饭。是，老夫人。宁宁才刚走，家里的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月月，明天你和程爷一起去趟穹顶，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见到崔总。可是奶奶，我已经把那个胸针给卖了。你，王妈，哎，来了。去我那儿拿套珠宝首饰，打包好交给月月。是，老夫人。拿哪一套呢？拿最贵的。来，宁宁，多吃点。瞧你瘦的，这简家人不给你吃饭啊？没有妈，以前那不是忙吗？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了。哎，没事的啊，你现在回家了啊？你放心，爸别的本事没有，养猪。不是，养闺女，那绝对是一把好手。哎，一定给你养的白白胖胖的啊！好，哎，吃。怎么了妈？怎么突然咳得这么严重？哎呀，好毛病了。没事，都是老毛病了。完了！年轻的时候被枪打中了气管，这才落下了咳血的毛病，会被宁宁发现吗？哎，放心，
毕竟闺女是文化人，不一定知道那么多。家里过得这么难，一定是妈妈年轻时候太过操劳落下的毛病。明天再回趟琼里，跟实验室说一下，专门研究一下这种药的加强版。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治好您这老毛病。没事没事，小毛病小毛病。来，吃饭啊！吃饭。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任宁宁的身份不一般呢。要是想跟他们说，就自己说，别瞎猜了。对了，爸妈，大哥二哥不是一直在外面打工吗？他们什么时候回家呀？有点想见他们呢。那个，你大哥二哥他们，工作特别忙。对，工作特别忙。你想啊，这个工地上扛沙包，就给人家喂宠物，那干起活来没日没夜的。忙点好，也不用为了我特意把他们叫回来。不对啊，他们亲妹妹都回来了，这当哥的一个两个都在外边。娘娘，你放心啊，爸一会儿就给他们打电话，赶紧让他们回来，让咱们一家团聚啊！其实我也就这么随口一问。没意思，喝下去，按老规矩办。是。坤少，老爷子电话。老头子现在给我打电话干嘛？什么事儿？臭小子，你亲妹妹宁宁找回来了，明天立刻回家。什么？我妹妹找到了。好，我马上收拾行李。我告诉你啊，你妹妹是个乖巧的。我只是说你在外面给人扛沙包的，你给我眼像点儿。要是把你那些打打杀杀的给我带回来，再吓坏我闺女，我打断你的腿！哎呀，爸，你放心，我懂。工地扛沙包的嘛，放心，我保证演的比真的还真。哎，老爸，你能发我几张妹妹照片吗？行。这是我妹妹，快看，这是我的妹妹，这是我的妹妹，快看，这是我妹妹，长得好看吗？像不像小仙女？是啊，我有妹妹了，我锁定快有妹妹了！坤哥，你这妹妹就是天女下凡呐！那必须！恭喜坤哥！坤少，要不你把妹妹介绍给我吧？滚你呀！立刻派人找到我妹妹明天的行程。我回到京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见到我妹妹。我要见你们总裁。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还有预约？不好意思啊，要是没有预约的话，我是不能让二位进的。你什么态度啊？我们今天可是带着重礼来拜访你们总裁的，要是不给我们进去，我们就不走了。简总，您昨晚派人送来的药丸，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成分很特别，它像是一种专门针对严重组织性旧伤和精神性咳嗽的药物，并不是市面上的流通药。帮我在此基础上研发一种加强版的特效药，最好能药到病除，不惜成本。好。宁宁的亲生父母按理来说是一个农村人，怎么会有这种旧伤？看来得派人查找他的亲生父母。宁宁身边绝对不能有任何危险因素存在。季叔，简总，您吩咐。我想着也不能老是让我爸妈住在城中村那种乡下地方，你有空就帮我找一个别墅，合适的话，我找个机会让他们搬过去。是。什么事？总裁，一楼大厅来了2个简家的人，吵着要见您。不见。他们如果要闹的话，就叫保安打发走。从今天起，简家人和狗不得入内。是。等一下，
狗可以。简总，需要我去处理他们吗？不必。面对这种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漠视，不理会，不然他们只会得寸进尺。今天晚上我爸说大哥会回来吃饭，我先走了。是。怎么样？你们总裁要见我们了吗？总裁说，你们要是赖着不走，就让保镖把你们丢出去。你这人知不知道我是谁啊？啊！我们简家，哎，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知不知道我是谁啊？离远点儿！上面吩咐了，简家人与狗不得入内。哦，不对，狗可以，你们不行。你赶紧滚！什么东西？我们总裁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呸！走。他娘的，我这辈子就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大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连琼鼎总裁的面都没见上。我哪知道啊？大哥，是简宁。简宁，肯定又是他在搞鬼。简宁，是不是又是你在背后搞鬼，让保安把我们赶出来的？琼鼎有琼鼎的规矩，你们以为是菜市场，想进就进。姐姐，你不要这么绝情嘛！就算你勾搭上了琼鼎的哪位高管，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简家人了。这不是简家人，这以后可怎么办呢？没错，我告诉你，没有简家，你在那些达官显贵眼里，充其量就是个玩物罢了。玩腻了就丢，等你彻底失去利用价值的那天，我看你会不会跪着求我。说完了吗？没说完。姐姐，我劝你现在就去跟崔总说清楚，恢复对我们简家的投资。这样，我和大哥还能在奶奶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让你体体面面的回简家。否则等那位腻了你，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到时候哭着求着回来，我们都不会多看你一眼。一个假千金，真以为非常之头了啊？啊，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记打呢？嘴巴次次都这么脏。什么？大哥，你疯了！他娘的臭婊子！不跟你一般见识，还真以为老子打不过你啊？哎，滚！别抢我东西你！我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我问你，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妹妹？大哥，宁宁，对，是大哥。那个爸叫我接你回家吃饭呢。爸不是说你在工地帮人扛沙包吗？这是啊，这个那些都是我工友，是，都是跑哥的工友。哎，对，你他妈一个扛沙包的，在这装什么？知道我是谁吗？我简家大少，动我你担得起吗？简家很牛逼吗？敢动我妹妹，老子管你几叫几叫！姐姐，这就是你的家人，也就是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底层人，穿的还花枝招展的。怎么，你离了简家以后，档次变这么低啊？我的家事轮不到你评价。你还有你，我告诉你们，我踩死你们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识相的滚远点，不然我让你们在京师混不下去。哦，让我混不下去。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动我妹妹，我保证，明天简家大少因为赌债被扒光丢进护城河的消息会传遍全城。识相的，快滚！简宁，你给我等着！
娘娘，刚没吓到你吧？哥平时在工地扛沙包力气大，偶尔也帮人干干劝架的活。我没事儿，谢谢大哥。哎，时候不早了，咱回家吧。哥开车送你，妈做饭等着。大哥，你们这工地的待遇确实有点太好了。这车花钱租的，500一天，可便宜了。哎呀，我们赶紧走吧，超市很贵的，要加钱的。宁宁，宁宁，哎呀，你可算回来了。今天累不累啊？妈给你做的绿豆汤，你要多吃点啊。谢谢妈。哎，谢什么呀？小子，别露馅吧，跟妹都说啥了？放心吧，爸，就说我是工地扛沙包的，力气大，顺路来接妹妹。哎，对了，爸，我有些礼物给妹妹拿呢，我去拿一下。去。好。哎呀，哎，怎么样？你妈熬了一下午的，好喝吗？好喝。爸，你们也坐下来一起喝吧。哎呀，我喝了一下午了。大哥呢？哎，来喽！哎，大哥不知道你喜欢啥，就随便给你买点，你随便挑。臭小子！爸。哎，你大哥他今天公司发奖金，对，特意给你买的礼物，还有一些是那个工地的福利。是。哎，这些东西看着可不便宜啊，大哥，你们工地福利待遇真挺好啊。对，大哥工地这福利待遇嘎嘎好啊。还有啊，这里有些东西是你二哥给你买，你二哥有点事儿，等他回来就来看你啊。你们赚钱也不容易，不用给我买这些。大哥给妹妹花钱，天经地义。没错，宁宁啊，你就收着吧。反正这2个哥哥呀，也不找女朋友，钱都没地儿花。哎妈，你这该花在你身上。谁没有女朋友了？我有4个女朋友。哎，看你看。你说不是，我没有。带回来呀！就他这样。这个家虽然有些奇奇怪怪，但是从前在简家，我好像从来没有拥有过这样的关系。他妈的，简天和他旁边那个扛沙包的，今天把我害得那么惨，迟早有一天我要让他们白背奉还。先别说这些了，大哥，今天这事怎么跟奶奶交代还不知道呢？谁呀？别打我！我绝对警察大少！我的猪头！打的就是你！我只是让你给他点教训，怎么还这么严这你没找这么多人啊？我的人还没到，好像还有另外一拨人。好，还有一个，帮我调查一下事情。是，小秦总，需要重点防护吗？会不会对简小姐造成威胁？暂时不用。看他们的行动路线，倒像是替宁宁出头，有意思。看来宁宁背后不止我这一层保护。哦，对了，小秦总，您父亲在顶上，想请您过去一趟。知道了。怎么伤成这样了？是谁呀？下这么重的手？报警了吗？报什么警啊？蒙着脸上哪儿找？好，肯定就是简宁那个贱人找人报复我们。行了，对不起，奶奶，因为我的镯子，他们也摔坏了。我的翡翠，这是我全部的压箱底，这可全都是明朝留下来的宝贝。简宁，你个扫把星，你简直就是我简家的克星！老夫人，药厂那边来电话了，来催上部分的尾款了，还有公司好几个高管今天提交辞呈了。知道了，出去！啊！出去！天要亡我们简家，没那么容易！妈，
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张少真的没钱了，兄弟的投资应该也是彻底完了。那就把这套别墅卖了。啊，奶奶，这是祖宅，卖了我们住哪儿啊？对啊，住哪儿？桥洞也得先活下去。别墅还能回笼几千万资金，眼前的难关。可是奶奶，几千万又够撑多久？当然不够，所以一定得抓住下一个机会。听说鼎盛集团放他们一个价值2亿的智慧生态城的项目。鼎盛那个跨国巨头，我们够得上？够不着也必须够，只要能拿下与鼎盛的合作资格，只要能搭上鼎盛这艘巨轮，那简氏就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什么穹顶，什么简宁，都只有看我们的脸色。到时候简宁就会被我们踩在脚下。哈哈哈哈哈哈！爸，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智慧生态城那事儿，董事会那帮人嚷嚷着要公开招标，搞得声势浩大。嗨，走流程嘛，应该的。不过这招标条件可以设得有倾向性一点。倾向谁啊？你现在总往穹顶跑，该不会连招标都要给人开绿灯吧？哎呦，爸，我那是实地考察，而且穹顶的 AI 医疗技术确实和咱们项目最匹配，实力雄厚，不是话架子。考察需要隐姓埋名，做人家的小助理。我怎么听说季家大少爷最近给人端茶倒水，安排会议日程，比在我这儿做副总裁还要敬业啊！爸，他值得，而且穹顶在他手里，潜力巨大。这个项目如果能和他合作，对穹顶和鼎盛都会是双赢。行，你的眼光向来不差。生态城这个项目就交给你办，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不能做得太明显。你就放心吧，爸爸。妈，这门又坏了。爸妈，大哥，咱就没想过换一个大点的房子？宁宁，你是觉得咱家太破旧了？不，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着你们二老年纪也大了，你有咳嗽的老毛病，我们搬到城里住，也许会好一些。也不是我们喜欢隐居生活，实在是住外面对家太多了，不安全宁宁，咱们家虽然小点，但这是咱们祖宅啊！我和你妈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突然搬家，这多少有点不适应啊。那好吧。宁宁，你别伤心，我们讨论一下。怎么办？宁宁好像有些不高兴了。是我们考虑不周，宁宁毕竟是一个女人，让她跟老大老二一样，跟我住这屋里，搬走也行。可是我们在外面树敌太多，宁宁和我们不一样，万一那些人盯上她……有我在，谁敢伤我妹妹份？爸爸说的对，我就这一个妹妹，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在外面受苦啊！宁宁，我们决定好了，听你的，咱们搬家。好啊，那房子的事我来安排。宁宁啊，妈知道你以前呢是简氏的掌权人，能力卓绝，可现在你跟我们在一块儿，这条件不比从前。你的钱啊就留着点，别乱花啊。是。妈，你放心，我才不是什么需要倚仗家族企业的废物。至于简家人，
更是一群趴在我身上吸血的蛀虫罢了。没了我，他们的好日子才算是到头。钱总，这是鼎盛集团的智慧生态城项目，您看看穹鼎有没有兴趣和他们合作？这个项目我听说过，公开招标，一个区区2个亿的项目，还不值得我和那些小公司去竞争。钱总，鼎盛那边的负责人特意联系我说，特别希望能和穹鼎合作。这个项目虽然表面上是公开招标，但实际上只是走个过程，应付股东会内选老股东而已。哦，你好像对鼎盛的一些事情熟悉得很啊。嗨，我这种小人物谁会打脸？我只是觉得每一家公司都一样罢了。鼎盛集团确实不错，和穹鼎合作也算是强强联手。既然他们这么有诚意，那你帮我去回他们吧，说我同意了。是，钱总。对了，让你帮我找房子的事儿办得怎么样？鼎盛之前的房地产项目云麓山庄那边有几套房子空置，很适合您的家人居住。行，地址发我，下午来城中村帮我搬家。是。爸妈，大哥，宁宁，哎呀，宁宁回来了！哪儿来的臭男人？怎么离我闺女这么近？宁宁啊，这位是啊，这位是我的助理季叔，来帮我们搬家的。这助理怎么这么眼熟呢？嗨，可能我是大众脸吧。时候不早了，别墅那边的管家在等我们赶紧搬家吧。我不管你是谁，离我妹妹远一点，别想你不该想的。我不允许宁宁身边有你这样的臭男人存在。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熟络起来了，真不错呀。几位，这里是可以出租的最后一个高档小区了。要是还不满意的话，那只能找别人了。你说你之前给我们找的都是什么破房子？那在家装个身都费劲。这要是让别人知道，怎么看我们钱家？想要好房子倒是拿钱啊！行了，快带我们去看看别的房子。简家老宅那边，明天就得搬走了。来，你请。这次房子找的不错，这个季度奖金翻倍，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云麓山庄本来也是您名下的产业，我只是帮忙搬个家而已，奖金就不用了。有的时候真人觉得你不像个打工人。怎么突然这么说？因为你不爱钱啊。啊？懂，我都懂。你只是热爱这份职业嘛？啊？简宁，怎么又是你？云麓山庄是我家，我自认在这里。简宁，大白天的，做梦啊！你就是个被我们简家赶出来的假千金，难不成云麓山庄是你的产业啊？据我所知，你们简家也不是什么金窝银窝吧？你们如今为了维持简氏的运作，似乎把简家老宅都忘了。好，那你们今天来云麓山庄，到底是为了买房子，还是……关你什么事？啊，倒是你，你不会是带着你的穷鬼爸妈来这租房子吧？姐姐的亲生父母是从城中村里出来的吧？他们要是住在这种小区，哎呀，云麓山庄可是京市真正的豪门聚集地，他们这样的人都能住进来，简直是拉低了整个山庄的格调。你这样人为邻，我们简家可丢不起这个人。
你们要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绝对不会搬进来。你有什么好犹豫的？他们最多在这里租了一套最便宜的户型，而我们可要在这儿租一套最贵的别墅。没错，最贵的。难不成你要为了他们这样的穷鬼，得罪我们这样的大客户？几位消消气啊，这事我做不了主啊，我请经理来处理。就算经理来了也没有用。云麓山庄住了从城中村出来的穷鬼，这事要是宣扬出去，不仅会惹恼住在这里的各家豪门，你们以后云麓山庄的房子也别想再卖出去了。简宁啊，我劝你识相，赶紧带着那个废物爹妈搬走，不然等会儿经理来了，你的脸可就丢尽了。哎，经理你总算来了，这几位客户回事啊？你就是经理啊，来的正好。我命令你立刻把这个女人和她那些穷鬼家人赶出云麓山庄，他们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看房的心情。你要是不处理，我们简家绝对不会租这里的房子。这可是我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整个云麓山庄都是简总的，你们算是根草，也配在这儿狗叫？整个云麓山庄都是他的？这怎么可能？我有什么理由要骗你？奶奶，简宁之前一直是我们家的掌权人，若这云麓山庄真是他的，说不定就是他挪用了我们家的资产。没错，云麓山庄这么大的产业，没有我们简家的底子，我才不信！报警，把他抓起来，告他非法侵占财产，把山庄拿回来。够了！当初搬家，简总带走的每一分都有问题，说他偷，证据拿不出来，就是诽谤。简总大人不跟你们计较从轻，但是，要是你们再继续凭空捏造、寻衅滋事，干扰云麓山庄正常秩序，我不介意让大家都看看昔日风光无限的简氏，如今是怎么对着赶出家门的人狂吠不止、反咬一口。宁宁，妈妈知道以前家里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是我们是一家人啊。程烨他们说话是冲了点儿，妈妈代他们向你道歉，好不好？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谈，行吗？简阿姨，从始至终都是你们在步步紧逼，而且从我离开简氏那一刻起，我们就无话可说。各位，我们云麓山庄不欢迎你们这样的客户，从现在开始立刻离开，而且从今日起，你们简氏以及相关人员将会被我们云麓山庄永久的列入到黑名单里。简宁，你当真要这么对我们吗？你也不要让我采取强制措施啊，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走。宁宁，奶奶，咱们就这么走了？不是在长简宁威风吗？你真的觉得就凭他自己那个废物，能有云麓山庄这么大的实力？那你还想我怎么样？简家的脸都给丢尽了。大哥，你就不要再烦奶奶了。好在我们现在资金流还算充裕，只要拿回鼎盛那个项目，我们简家一定能东山再起的。没错，绿远，以后简家就靠你了。这些后辈中，只有简宁有能力能够担起简家。早知道那天，我就不对他说那些话。唉，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七月了。哎，妹妹，你回来了啊！饭做好了，快吃饭去吧。好，你今晚也一起留下来吃个饭吧。是。不好意思，我们只做了4个人。那好吧。
大哥，七叔呢？大哥，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耗子，我刚看到一只好大的耗子。哎，宁宁，我快饿死了，先吃饭好不好？我来处理啊。不是，我处理。爸妈，我回来了。宁宁回来了，您就回来了。怎么样，妈？这新房子住得还满意吗？这房子可太好了，还是咱们宁宁最厉害。爸做饭呢，我去帮他。宁宁，今天啊，你是咱们家的大功臣，这点小事就交给他们去做，咱娘俩呀，好好享福就行。来，看电视。好吧。人处理完了。没想到我们今天刚搬家过来，就被人查到了踪迹。那些人不用留了。另外，加派些人手，别让那些臭手跳到你妹妹面前。放心吧。鱼好了，开饭了。走，咱们吃饭去。哎呦去，这鱼做真不错。哎呦，做的真好呀！来，坐，好香。来，哎，先尝一个。来，有点硬。把你们东西拿走，晦气！你们简直欺人太甚了！哼，现在我才是这栋别墅的主人。你们说好了今天搬走，就应该今天搬走。我一天啊也不让你们多住。够了，还嫌不够丢人吗？我们走。一群丧家之犬！老夫人，我们现在去哪儿？我托人找关系，租了一套老房子。不管怎么说，先度过这段时光。至于这套别墅，以后再想办法买回来。怎么宁宁离开简家以后，简家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七月，以后简氏只能靠你了。还好简氏账上还有1000多万的现金流，只要拿下鼎盛，一切都还有希望。放心吧，奶奶，只要我们有了鼎盛的合作背书和资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们就能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七月，现在简家都是你在管理，大哥有点事想找你帮忙。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在外面欠了点赌债，他们最近都来找我要钱。你也知道咱家现在这个情况，先给我转100万呗，只要100万就能帮我度过这次难关。可是奶奶迟到了，会不高兴的吧？简氏的账户里还有1000多万，少了100万，奶奶不会发现的。可是你怎么回事？以前简宁涨价的时候，我问他要钱，他从来不会多说一个字。那行吧，待会儿我找人发在你的账户上。这才是我的好妹妹吧？简宁，都是因为你，简家才落到今天的地步。我才是真千金啊！凭什么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而你这种本该在贫民窟的贱人，却处处踩我一头。等着吧，我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帮我除掉一个人。哎，来，为了庆祝咱们乔迁之喜，干杯！来，干杯！对了，爸妈，这大哥都回来好几天了，二哥不是只是帮人家喂喂宠物吗？怎么还是不见他回来？哎，他呀，那个，他要喂的宠物实在太多了。对，你知道吗？哎，有些狗啊，它食量特别大，它一天不吃，它就饿得不行。是，所以它，你懂的。哎，对呀，太不像话了！过几天让他回来，什么工作再忙，也不能耽误见妹妹的事，对吧？对，马上就把你二哥叫来，让他回来道歉。
行了行了行了，来，吃饭，多吃多吃啊！谢谢妈。爸，你牛肉做的咬不动啊！来，再喝一个，来。老板，人都处理掉了。是，另外今天暗网上也接到一个任务，让我们干掉一个人。去帮我查一下这个任务是谁发布的，我倒想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在暗网上发布命令，害我苏文泽的妹。是，这发布命令的人真是不想活了，惹谁不好，竟然敢惹泽哥的妹妹。今天的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备车，我要回家见见你。是。谁叫你站得比我高的？趴下！你看啊，你看这个，你看你的，别打扰我。这个时候，谁呀？应坤，去看看。Surprise！ 大哥，谁啊？啊，上门收破烂的，你不用管，我收拾起来啊。你疯了你！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宁宁现在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你搞这么夸张，生怕她不知道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给人喂宠物的，端正自己的态度啊！我长得这么帅，上喂宠物？我不同意。宁宁，这就是你二哥。宁宁你好，我是你二哥。小泽，你这衣服哪儿整的呀？是啊，二哥，你不是说给人家养宠物的吗？这那不是最近生意不好做吗？所以我就兼职送外卖。还好我遇见了这个外卖小哥，不然我家大哥可都宁可我光着来见宁宁。他们招谁惹谁了？抢我衣服，臭不要脸！大傻逼！是啊，宁宁，你也知道最近大环境不好。对，是工作嘛，不分贵贱，踏实肯干就是好事。对了，二哥，上次听说你今天要回来，特意为你准备了礼物，正好是一件衣服。今天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出去好好吃一顿。好，走，收拾去，收拾去。走。原来我妹妹是这种感觉吗？走，大哥带你换衣服去。喂，田总，后天就是鼎盛生态项目的招标会了，邀请函已经发到您的邮箱。知道了，我会准时出席的。好。月月，怎么样啊？奶奶，你放心吧，我这次已经花了1000万买通了鼎盛集团内部的股东，他们说参加竞选的都是一些小公司，所以选中咱们简家不成问题。好，真是太好了！月月，到时候我跟你一起过去，咱们简家能不能翻身，就在此一举了。听说没？这次招标会虽然是公开招标，其实中标的人早就已经内定了。没错，这次的招标会就只是走个过场罢了。这次的事情月月办得不错，看看这些今天来参加招标会的公司，没有一家能比得上咱们简家的。想来他们所说的内定人选必定
就是咱们简家了。那还用说？月月那1000万也不是白花的。您是简老夫人吧？正是老身。今天来参加投标的人，只有您简家是100年世家，恐怕这鼎盛生态城的项目已是简家的囊中之物了。那简家和鼎盛正式合作，那必定是今时不同往日啊！到时候还请简老太太多多批评啊！好说好说，还好简家落过的事儿没有传出去，在他们眼里，简家还是一如往昔。你怎么还没有过来？简总，我这边有点事情，晚点才能到。好啊，那你赶紧过来。好。跟穹顶的项目合约已经拟定好了，待会儿我和你一起亲自送过去，直接在现场公布。爸，您要亲自过去？当然，我也要看看，让你宁可隐藏身份也留在他身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简宁，今天是鼎盛集团招标会，你已经不是简氏集团总裁了，你来干什么？谁说我是为简氏而来？怎么回事？简宁这个贱人怎么还好端端的？难道暗网那边的人还没下手吗？你不过就是听说我们简氏马上就要跟鼎盛合作，特意过来想分一杯羹吧？你是说简氏要和鼎盛合作了？姐姐，你就少装了。你要是不知道这事儿，今天怎么会来？更何况哪有公司来帮你运营参加今天的招标会呢？这不是从前掌控简氏的简总吗？这是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啊？简宁只是简家的假千金，早就被逐出家门，和简氏再无关系了。哦，他怎么有脸来的？脸真的，要是我的话，我得找个地方钻着去。看到了吧，简宁，现在我才是简氏集团的负责人，而你这种废物只会永远被我死死踩在脚下。我想，你们似乎有些事情误会了。我今天是代表穹顶来参加招标会。你说什么？穹顶也来参加今日的招标？这怎么可能？你算什么东西，也配代表穹顶？你不会以为自己以前故意害了穹顶和简氏解约，就真的在穹顶有话语权了吗？啊！你们在吵闹什么？奶奶，他们就是我之前花钱买通的鼎盛集团的股东。几位老总，幸会。张总、刘总，是简宁。他说他是代表穹顶来参加今天的招标会。穹顶？我们怎么不知道穹顶集团今天也来参加投标啊？哈哈，你果然在骗人，被拆穿了吧？简宁啊，你今天演这一出，丢不丢人啊？你现在不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简家大小姐了，认清现实吧！啊！张总说的没错，若是穹顶愿意跟我们合作这次项目，我们今天何必来参加这个什么招标会啊？不好意思，诸位，宁宁不是故意骗大家的，请大家不要跟她一般见识。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假惺惺的。你怎么跟妈说话呢？我有说错吗？她看似是在帮我说话，实则跟你们每一个人一样，从未相信过我。宁宁，不是妈妈不信你，只是你说的话太过于夸张了。就算穹顶要参加今天的招标会，为什么会派你来呢？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就是穹顶的总裁。姐姐，你要编也编个像样的理由吧，免得让大家笑话。简宁，你被简家扫地出门以后，说梦话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了。所有人都知道穹顶背后的负责人是崔明崔总，就你也配是穹顶集团的总裁？你要是穹顶总裁，我就表演倒立吃屎给你看。那简大少可不能在招标会的现场吃，脏了我鼎盛的地方。季总怎么亲自过来了？还有小季总，您就是鼎盛集团的季总啊，真是百万不如一见啊。不过您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季总的意思就是今天这个屎啊，你是吃定了。季总，您怕是听错了吧？
我刚才说的是，简宁要是穹顶的总裁，我就表演倒立吃屎。可他怎么会是穹顶的总裁呢？所有人都知道，穹顶背后的负责人是崔明崔总啊。是啊，季总，简宁如今已经不是简家的掌权人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今天的招标会。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呀！哼，我可不像你们，就是一群蠢货。简宁简总不仅是穹顶的总裁，他还是我亲自邀请前来。今天也根本不是什么招标会，而是穹顶和我鼎盛正式开启合约的签约仪式。啊，你小子还挺行啊，怎么跟季远山、季总一起过来的？路上恰好遇到。不，季总，你一定是搞错了什么事情。简宁不过是我们简家赶出门的假千金罢了，他怎么可能是穹顶的总裁呢？怎么不可能？你们以为这么多年没有穹顶在背后为你们简家这群酒囊饭袋一次次的擦屁股，你们简家能走到今天？难怪你一副穹顶这个字，难怪你的离开，简氏就衰败至今。宁宁，你要是穹顶集团的总裁，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早点告诉你，让你们好更好的趴在我身上吸血。简宁，你说话也没必要这么难听吧？我早就说过，从我离开简家的那一刻起，我就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了，自然现在也不需要再顾及你们的任何言论。你们以为把我留在简家是你们对我的恩赐，实则没有我，你们简家怎么可能走下去？不可能！你一定在骗我们，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你联合季总一起在耍我们的吧？啊！你们算什么东西？换句话说，你们简家现在还剩下什么？值得我堂堂的鼎盛总裁为你们几个人做局？今天的晚会，你们简家人才是多余的那一个。来人，把他们给我丢出去！慢着，简宁，宁，简家真的撑不下去了。这次的机会对于简家来说太重要了，奶奶求你把与鼎盛的合作让给简家吧。是啊，宁宁，穹顶和鼎盛以后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的，不是吗？你们以为我鼎盛是收破烂的吗？就算简总愿意让，我们鼎盛也绝不会和你们简家合作。奶奶，你求他干什么？他怎么可能会帮我们？简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都是他害的。放肆！事到如今，你们还敢对简总不敬？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给我丢出去！是。让他把欠的屎也给我还了！我不要吃屎！等一下，我不要吃屎！我不要吃屎！简宁，我告诉你，你别得意，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看是你先让我不得好死，还是先把自己作死？哎，真是不好意思啊，简总，我们也不知道您就是穹顶集团的总裁，刚才多有冒犯，还请您海涵。是，我们赶快进行签约仪式吧。慢着，最近我听说鼎盛出现了几个蛀虫，收受贿赂、出售公司的重要情报与文件，不知道张总、刘总，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不记得，我没有，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吧？哦，要不要我找人查查你们最近账上的资金流水啊？哼！我现在给你们两条路：一，我以市场价回收你们手中的股份，从今以后让你们正式逐出鼎盛的股东名单；二，我报警，让法律来裁定你们的罪责。不，记得。你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股权我们也不要了，我们滚，我们现在就滚。走。简总，久仰大名，鼎盛非常高兴能和穹顶强强联合，正式合作。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合作愉快，季总。合作愉快。简总，和鼎盛的各项合约都已经敲定了，今天你也辛苦了，我先送你回云龙庄园吧。简总，你怎么了？说，你到底是谁？简总，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季叔，你当我是什么很好骗的蠢货？你对鼎盛了如指掌，
林胜和琼典的合作也是你一手促成的，种种细节表现，你就是季远山那个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儿子，小季总。你在我身边跟了这么长时间，事无巨细，我倒是很好奇，你堂堂鼎盛集团季远山的儿子，心甘情愿隐瞒身份，在我身边做一个小小助理，到底意欲何无？我没有什么复杂的图谋，如果要说有的话，我从一开始想图谋的就是你这个人而已。什么？对不起，骗了你终究是我不对，我会提离职的。什么？你竟然是崇鼎公司的总裁？他不就是一假千金吗？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啊？而且他真要是琼鼎公司的总裁，那我们岂不是……行了，现在说再多也没有意义。七月，简氏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奶奶，账上已经没钱了。你说什么？简家祖宅卖了1000多万，怎么可能就花光了？之前账上是有1000多万，可是为了买通那些股东，也就花了1000多万，而且为了买那个礼物，我还背上了100来万的债务。还有，废物！你们一个个都是废物，没有一个比得上简宁的。早知如此，就不该接你回来。奶奶，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才是简家的真千金吧？回到简家以后，一天福都没有享过，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月，别生气啊！奶奶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瞧不上我呗，喜欢简宁呗。对，他是琼鼎集团的总裁，多牛啊！有本事你们现在叫他回来，看看他简宁到底还认不认你们？哼！哎，月，孽障！别生气，别生气。简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想我得在最后想办法留一次。哎，妹妹回来了。宁宁，怎么了？有人欺负你？谁敢欺负我女儿？我现在就去收拾他。妈也去。爸妈，你们说，如果被我发现有人欺骗了我，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我应该怎么办啊？最近宁宁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不知道啊，试试看吧。宁宁，你是怎么发现那个人在隐藏自己身份的？他做的太明显了，我又不是傻子。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就是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哦，说生气谈不上吧，他好像也没做什么伤害我的事儿。既然他没有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情，那说不定这个人做出这个选择有自己的原因嘛。有句话说得好，叫善意的谎言。对，哎呀，只是善意的谎言的话，也不是不能原谅的，对吧？那人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啊。所以，到底说是谁在欺骗你？是我身边那个助理季叔。我今天才发现，他竟然是鼎盛集团的小季总。原来是他呀！不然你们以为是谁？对，就是他。我早就觉得这小白脸不对劲儿，他接触你肯定图谋不轨，另有所图。我觉得他不可原谅。
你们刚才说，不是不可原谅。宁宁，就假如有一天你发现我们有一些瞒着你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啊？你们瞒着我什么？你爸就是打个比方吧，我们能瞒你什么？对，打个比方吧。只要不是什么大事，每个人多少都有点秘密，不是吗？对，宁宁说的太对了。二哥呢？啊，你二哥这小子出去有事儿，还没回来。这该死的简宁，凭什么他什么都有了，我却沦落到这个地步？还有爱我那些人，到底都是干什么吃饭的？给了钱为什么不办事？一群废物，贱子！你是什么人？就是你，在暗网上花100万，要简宁的命。你就是暗网的人。我说你们暗网办事是什么效率？这么多人还没有给他杀了！我要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希望简宁能立刻马上从我面前消失，不然我就去暗网上投诉你们。敢对简宁下手，你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简宁的二哥。简宁的亲生父母，我是住在城中村的穷酸吗？住在城中村只是我们苏家人的选择。靠，我没必要向你交代，但你敢对我妹妹下手，你的命不用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我是简家大小姐，你要多少钱？你的钱，连我妹妹的一根头发丝都买不起。把人给我处理掉。刚好。西洋的捷克狼犬，好久没吃鲜肉了，加个餐。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这都是犯罪。犯罪？想害我妹妹的人，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四哥，这可不是国外，咱可不能这么动手啊！这万一牵连了大小姐，把她好好教训一顿，送回简家大门。简家人都给我认清楚，您可不是随便可以欺负的人。是，动手。不要过来！你们不要过哎，来！早啊！早啊，宁宁，起来了，吃早饭吧。尝尝，这是妈刚做的豆浆。这是爸亲手包的包子，快尝尝，肯定比外头的好吃。但是我这自从回家之后，天天好吃好喝的，感觉自己都要胖了。胡说！我们宁宁啊，是妈最漂亮的女儿啊！就是，我看谁敢说我家宁宁胖，大哥一拳把他打飞。没错，打他满地找牙。宁宁现在有我们，和之前不一样。遇到什么事儿，或者有人欺负你，一定要跟我们讲，知道吗？知道了，二哥。不过二哥，你昨晚干什么去了？就之前雇主养了几只狼狗，饿了，我去给他们喂饭。这样，那二哥你这工作还挺辛苦的，大半夜的都要加班。还好，混口饭吃嘛。奇怪，这个季叔怎么还没把今天的行程安排发给我？那个小白脸不干了。哎，没事，妹妹，哥呀，再给你找个更帅的助理，跟哥一样帅。吃你的包子吧。那爸妈，我就先上班去了，你们慢慢吃。路上小心啊！慢点啊！哎，路上慢点啊！宁宁给我打电话。
季叔，今天的行程安排怎么还没发给我？你是真不想干了？您不是知道我隐藏身份在您身边的事吗？我已经向人事提交辞呈了。你的辞职申请我已经驳回，我只是有些不高兴你隐藏身份。但是如果你辞职，我一时间也找不到更核心的助理。您的意思是，我可以继续留在你身边？对。而且穹顶马上要跟鼎社合作，本就是互惠共赢的事儿。我还打算让你来负责此事。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那还不赶紧来上班？要是迟到了，你这个月的全勤奖可就泡汤了。是，先走。昨晚你去对付那个简七月了，没给人弄死吧？我就让人把他教训了一顿，然后丢回简家了。最近已经有点敏感了，你派人暗中保护宁宁，别让那些臭虫离她太近。我已经安排人24小时盯紧。我说你别晃来晃去的，行不行？晃得我眼睛疼。妈，月月昨天出去以后就一晚上没回来了，你说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呀？她能出什么事？月月，谁干的？弄成这样子啊！都是简宁那个二哥干的。他就是个黑社会，不由分说的就把我打了一顿。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他的那些家人不都是住在城中村的穷鬼吗？什么穷鬼？我们都被他给骗了。那个男人身后可是跟着一帮小弟。月月，咱们简家不如以前了，宁宁那边我们得罪不起。那我就要白白受这些委屈吧。妈，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呀！都给我闭嘴！吵死了，吵死了！都怪你们这么吵，刚才那把才输了。程毅，你又赌博？我也是为了简家好啊！现在简家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翻盘的最后机会。你个孽障！程毅，我们家现在哪有钱给你赌啊？因为我借了高利贷啊！什么？简承业是你家的吧？他之前问我们借了200万，今天必须连本带利还我们500万，不然就带人砸了你的家。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快走，不然我去报警了。对，报警。哼，好好睁开你的狗眼，给老子看清楚了！是你儿子欠了我们钱，说好了1个月内归还，不然利息翻倍。哼！怎么办？我孙子程毅只借了你们200万，何来的500万要还？太婆，你怕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吧？我们是高利贷，高利贷你懂？看我们做慈善的，今天要还钱，以后砍了简承业一只右手，连垫的利息。不，奶奶，你救救我，救救我！我可是简家长孙啊！奶奶。怎么办？我们简家现在没有闲钱，你再宽限几日，我一定会替我孙子还上这笔钱。对，没错，我还有一个妹妹，她现在是穹顶的总裁，她有钱，她有很多钱。咱懒得听你们废话，给我搜！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拿走！我妹妹有钱，她有钱，她有很多钱。你们这是抢劫！干什么？抢劫！你们不能这样！够了！没事吧？这个家有什么值钱的，只要你们愿意，都搬走吧！别动！什么狗屁高门大户进家，家里就这点破玩意儿，什么东西？赶紧把钱给老子凑够，不然老子天天带人来闹，听见没有？我们走。你们
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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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奶奶，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是为了姐家好啊！都怪你！妈，对不起，我不干了。这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王妈，你不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丢下我们呀！我们，哎呀，别说了。之前老夫人预支给我3个月工资，我可以还给你1个月的钱。奶奶，奶奶没事吧？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呀！奶奶，我去！妈，你一定挺住呀！奶奶，简家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前简宁在的时候，明明都好好的呀。对，都怪简宁，这一切都是简宁的问题。都是因为她，我们简家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对，简宁现在是穹顶总裁，还马上要跟鼎盛合作。他可有的是钱，我们现在找他要钱，他要是不给，我跟他同归于尽。好，既然暗网不对简宁动手，那我就亲自来。行，别走。这就是您之前要的仓库。您如果诚心想要，我可以给你便宜很多，基本上3折或者5折都可以。不关你的事，滚！怎么，你们俩现在落到如此地步了，还想玩亡命之徒那一套？简宁，都是因为你，简家才落到今天的地步。你该死！你还让你二哥来打我，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今天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二哥，跟他废什么话？简宁，我们也不为难你，只要你给我1个亿，我立刻就能走。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不客气，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哥，既然他不识好歹，那我们就把他绑去就。堂穹顶总裁应该挣不少钱吧？你们确定要这么做？持刀行凶，绑架勒索，够你们进去判个10年扎脸。那也都是你逼我们的，是你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这一切本该就是属于我的。这里地处偏僻，也没有江客，你就别想别的了，没有人会来救我。今天你插翅难飞！谁给你们的胆子威胁我的女儿？你们都什么人？我警告你们，别多管闲事，这是我们的家事，都给老子滚！你们算个什么东西？哥，他们是简宁的亲生父母。爸妈，大哥二哥，你们这是……宁宁，这些事情我们等会儿跟你解释。我不是警告过你俩，离宁宁远一点。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你们都别过来，不然的话，我真的会动手的。我要是死了，他也别想好过。简七月，我警告过你，你今天敢动我妹妹，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说到做到。我没想伤害他，只要钱，只要你们给我钱，我立刻就走。求求你们！要钱你也配？不是你逼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钱，我们就会走投无路。既然如此，那我还不如先杀了他。没错，让我好过，你们谁也别想好过。要死，大家一起死！
把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带回去，清理干净。你的那些宠物，好去回家擦。等一下，爸，之前说二哥喂宠物，不会是为了这种事吧？那个，宁宁，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爸，现在已经是法治社会了，不行私刑处决那一套。他们俩，一个持刀行凶，一个蓄意杀人未遂，证据确凿，可以直接移送公安，自有法律来审判他们应得的罪。没听见宁宁说的吗？照她说的做。现在呢，说说吧，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瞒了我多少事儿啊？哎，宁宁，其实咱们家吧，也不是普通家庭。我们呢，在海外和一些灰色地带，也有一些势力和产业。直白点说，就是普通人说的黑帮世家。宁宁，我们不是故意瞒你的，就是怕你知道我们的底细会害怕，也怕被我们这些对头知道了拿你来威胁我们，所以我们这才伪装成普通老百姓，想让你远离那些是非。其实啊，我早就猜出来你们不是一般人，但我从未深究。你们对我的爱和支持是真的，这就够了。真的。不过，我希望我们一家人可以彻底生活在阳光之下。咱们那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事儿，能不能就慢慢收手了？咱们现在的能力和资源可以转到正道上，以后我们一家人就快乐的生活在阳光之下，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好。就听我闺女的。哎呀，其实老爸早就想金盆洗手了，然后和你妈过安稳的日子。好好好，都听闺女的，咱们全家走正道。打上啊！你倒是上啊！哎呀，这倒的什么破玩意，底盘都站不稳。妹啊，我告诉你，以后真遇到事儿了，你可这么打。等，下来看剧呢，沙发挺贵的。这电视里的反派不行啊，一点格局都没有。我跟你说，想当年你爸我，那当年得了，老头子，甭提你那当年勇了。你宁宁吃水果，二哥你也吃，就别吃了。这是什么呀？这吃。谁呀这？哎，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站住！对不起，打扰了，我想见见宁宁，求你了，就一眼。宁宁，妈妈真的没脸来见你，可是妈妈真的走投无路了，你就当可怜可怜妈妈，帮帮我们吧。哎，什么妈妈呀？啊，我才是宁宁的妈妈。对不起，宁宁，西叶和程叶已经被你送进了监狱，听说要判好多年。奶奶被程叶气得中风，到现在都没醒来。乐意在学校又惹了大祸，马上就要被开除了。简氏也正式宣布破产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呀！宁宁，看在蒋家养了你们20多年的份上，帮帮妈妈，帮帮我们，帮帮乐意，我求求你了。
你们走吧，我不会帮你们。宁，你不能这么狠心呀，宁。你们简家每一个人走到今天的地步，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提醒过，劝阻过，是你们执意忘我，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与我无关，所以我不会再当你们的血肉。现在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妈，走啊！大人许我不上，我照样能养活你，我不靠。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都是怪我。我原相信妈妈要保护好你，还任由他们伤害你。妈妈不求你原谅，只是真的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呀，对不起。要是这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呀？就是，当初你们对宁宁那么喜欢，偏袒自己的亲生女，现在倒来抢脸呢，早干嘛去了？简夫人，请回吧。宁宁现在有疼她的父母，有护她的哥哥，有蒸蒸日上的事业，有光明璀璨的未来。她什么都不缺，尤其不缺你那轻飘飘的、毫无价值的道歉。宋柯，以后不要再打扰我女儿的生活。妈，宁啊，走啊！没完没了的是吧？谁呀？哦，我来是跟简总汇报穹鼎和鼎盛下个合作阶段的规划，顺便蹭饭。这是我给叔叔阿姨买的礼物，不成敬意。工作发邮件，吃饭没你份儿。我们家宁宁绝不允许你这样的臭男人。你们不也是男人吗？我们不是，我是哥哥，是家人。大哥二哥，让他进来吧，工作要紧。吃饭的话，多双筷子的事儿嘛。表现不好。不，谁是你大舅哥？哎，哈哈，简总，这是我的企划书，你看一下。吃完再看，先吃饭吧。哎，没错啊，今儿呀人多热闹，我让厨房呀再多加俩菜。小季，你喜欢吃什么呀？阿姨，我什么都可以，不挑食。小伙子会不会下棋呀？吃完饭给我下一盘。会一点，还得叔叔多指教。哎，行了，不说了，咱们俩去餐厅啊。小季，走，去餐厅。哎呀，愣着干什么？走。这爸，不能留他吃饭。我终于不是任何人的雪豹，我只是简宁，拥有无可替代的家人和同伴，不能留他，以及亲手掌握的璀璨人生。